哒啦哒啦哒啦哒！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熊哥地图炮啊！今天呢，做个小节目，对上次的一个小错误啊，进行一下这个更正。我犯的这个错误呢，都是小错误啊。好，今天我们再来一期节目啊，也保不齐呢，这一期节目呢，更正的时候呢，会带来更多的错误啊，所以我们无所谓了啊，我们屡错屡更啊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啊，天河核心舱啊，看一下天河核心舱的内部啊，这个是目前我们的空间站的这个我完成的这个形态啊。我们看，那么我们就是对这个天河核心舱的内部进行一下这个研究啊。那么这个天河核心舱呢，分为这个节点舱，这边节点舱，然后是小柱段和大柱段。上次呢，把这个大柱段、小柱段的功能没有把它理清楚啊，我猜错了。今天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内部啊。好，现在就是把它这个内部啊，就是做一个剖面图，大家看一下啊。可以看到啊，就是这个我们的航天员啊，我们航天员有专属的名字啊，就不叫宇航员了，叫航天员啊，有一个专有的英语名词 Taikonaut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航天员在里面活动的这个空间呢，还是可以的啊，不小的。那么大概呢就是这样一个情况。那么现在来说一下这个功能分区啊。好，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说一下吧。我们从左到右的顺序啊。最左边呢，就是从这个天舟这个飞船货运飞船进来，就是这个货物从这个地方进来。然后呢，这里有一个过渡舱段，这个地方过渡舱段，这个舱段这个地方呢，就是放东西的，就是一个收纳空间。然后呢，再过来呢，这个地方是两个科学荷载。什么样的科学荷载呢，就不知道了啊。这边第二个这个模块这边呢，就是有一个航天员在这个地方正在这个操作这个电脑显示器啊，这个应该是整个这个空间站的控制中心啊，属于这个驾驶室。它的背面应该也是驾驶室，属于这个平台的设备。那么再过来这个模块呢，就是现在就是没有显示出来，它是再生设备。估计就是那些循环的一些设备，那就比如说这个液体要循环啊，空气要循环呐，等等啊，就是这个属于再生设备。再过来呢，又是平台设备，就是这个空间站的一些设施。那么这个地方有一个折叠的这个桌子啊，小桌子。那我一直在想啊，就是这个失重状态呢，它为什么还有桌子呢？但是实际上看那个央视的视频啊，就是拍下来这个桌子确实是在使用。据说是这个微重力。所谓微重力呢，我想来想去，大概是这样啊，大概我又开始猜了啊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个空间站呢，在这个环绕地球运动的时候呢，由于这个稀薄的空气的阻力或者是其他原因，它这个速度会变低，速度变低呢，它的轨道会下降，所以这个空间站整个飞行的过程当中，它需要不断的进行，就是要有动力，就是要有动力给它加速。这个加速的过程，我认为就可能会产生一点点微弱的重力啊，就是空间站飞行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点点微弱的重力。我们看就是以前的节目看到就是俄罗斯的那个核心舱啊，它也有一个桌子，桌子上还放了一些吃的喝的。咱们这个也一样，也可以放东西，但是可以折叠起来。那么这个区域啊，这儿挂个国旗，这包括这个折叠的小桌子的这个区域，那么就是咱们的航天员吃饭的地方啊，用餐的地方啊，这个地方就属于餐厅。那么这个再过来，这个挂国旗的这个地方呢，就属于一个过渡空间了。这个过渡空间呢，我们在核心舱一发射上去，三个航天员刚入舱的时候呢，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的有一些设备还是裸露的啊。那么咱们的航天员上去以后呢，经过几天的这个安装。装修，那么把这个盖子好像又盖上了啊，现在这个地方是不裸露的。它为什么要就是后安装呢？包括地下这个跑步机啊，这个底下这个黑的这一块啊，它这个跑步机啊，这个跑步机呢，它也是后安装的啊，就是可能一开始发射的时候不是所有东西，都是装好了上去的，这个可能跟整个的荷载重量有关系啊。那么这个再过来啊，这个
宇航员飘的这个侧面啊，就是在跑步机的侧面，就是这个部分啊，这个部分还是一些平台的设备，也就是空间站这个空间站的设备啊，它不属于其他的多余的荷载。再过来呢，这里就是宇航员的这个休息区了，就是整个小柱段是这个休息区。那么这个我们电视上也可以看到是宇航员的这个休息空间啊，就在这个里面啊。这个看起来呢，就是他这个睡觉还是有上下之分的。那么这一面的这个最终端的这个呢，就是卫生间了啊。就是说宇航员在太空中洗澡就没那么爽啦，就是没有淋浴啊，也不可能坐在这个泡在浴缸里，也不可能泡在浴缸里了。基本上就是拿湿纸巾擦擦吧，我估计是这样啊。卫生间呢，就是现在没有足够的资料啊，它大概的结构就是这样。再往这里来呢，就要进入这个节点舱了啊。那这个非常的简单，这个结构非常的简单，一下就看完了啊。好，我们把这一面的这个线全部引掉啊，我们再看一下。那咱们再来看另外一面啊，看另外一面，这样看啊，这个是刚才的对称过去的，对称过去的。那么这边就不是卫生间了，这边是两个咱们航天员的这个休息的空间，休息室。咱们这个休息室呢，就是相比国际空间站的那个休息室呢要大很多了，我觉得。然后咱们的这个空间站呢有 WiFi， 国际空间站呢是跟地面要通讯的，可以发电子邮件，要远程操控在地面上的一台计算机，这样发电子邮件的，非常的不方便啊。但是咱们这个用 WiFi 呢，那就跟家里一样了啊，非常的方便。所以咱们宇航员先上去先装 WiFi 啊，这个可以理解啊。如果是我上去第一件事情，我也不管，我也先装 WiFi 啊，没有网那多痛苦啊，真是。那么这边有一个档期啊，就是宇航员把内部装修大体上搞完了以后呢，和总书记对话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就是东西都装好了，然后把这个党旗国旗都挂上去啊，建党100年这个献礼吧。看起来比这个国际空间站的空间自由度呢，不差，至少是不差，比俄罗斯的那个要宽敞。我们还是来看这个4个模块吧，4个模块从右往左拉，右边从右边开始呢，这边是一个储藏室，收纳空间，然后过来呢是这个科学荷载，这边就可以看到这个科学荷载，就是一个一个柜子，这个柜子上面就是有它实际是标了很多的标签的啊，那么我在这边就没那么细致啊，不给大家标出来了。有很多的东西，就是有生物的啊，有材料的呀。有物理学的呀，等等啊，然后这个地方呢有一个自行车，这个自行车呢就是我们看到资料上显示是，在这个地方骑的啊，但是我估计呢平时是收在这边的这个柜子里的，然后呢就是需要这个锻炼的时候呢就把它拿出来啊，就是整个控制中心的这个对面身后，在这个地方然后再过来这边是再生保障设备，这个再生保障设备。再过来是这个平台设备，然后这个呢也是平台设备，这也是平台设备，就整个这一大块都是整个系统的。然后这边是2个航天员的休息的空间啊，这个空间好像上头还有这个通风的这个百叶啊，那么整个内部空间就是这个样子了，非常的清楚。然后咱们这个呢，就是可以看到它整个的这个地平的高度，天花板的高度都是平的。那么就是这个就是跟地面上一样的，但目前为止呢，咱们这个天河核心舱呢还是属于技术验证阶段，所以呢，在它的这个节点球这个地方呢，还写的这个路标写的是天河1号，意味着呢就这还有可能有天河2号。天河2号不仅仅指的是就是咱们将来会有一个27，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呢，指的是目前这个核心舱呢，它是一个技术验证，技术验证完成之后呢，它才会转正，它才会正式成为一个就是空间站的核心舱，目前还是一个验证舱。那但是我感觉好像没什么问题啊，肯定会成功的。
这两天啊，我看到我那个后台留言啊，就有人说啊，咱们这个空间站呢，都是学习外国的技术啊，没有什么原创啊，这个你倒也说错了啊，整体的架构还真是不一样。就目前这个看到空间站内部的这个结构布置啊，我还猜错了呢，果然跟前苏联的那个核心舱不一样。谈不上就完全照抄别人啊，咱们也有创新在里面啊。即使咱们确实是摸着外国人过河，借鉴了人家很多的技术啊，但是那又怎么样呢？中国目前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同时拥有月球车、拥有火星车、拥有空间站的国家啊。对啊，我就是嘚瑟。那么这个就是上下呢，我这次呢我还不是很确定啊，这个出舱口是向上，还是说这个机械臂是在上面呢？这个我还真还不确定啊。咱们这个以后慢慢的验证吧啊，根据中央电视台来验证。那么如果是错了呢，以后再更正啊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整体的情况啊。整体的情况是这个样子的，就是内部空间。那么它这个平台设备啊，所谓的平台设备，我们看到的就是刚才看到的都是机柜，它实际上就藏在这个周围一圈嘛，这儿一块，这儿一块，藏在四周的嘛。进去可以看到就是这个航天员的这个活动的这个范围还是挺大的啊。这儿自行车，这儿是控制台，然后吃饭的地方，睡觉的地方，地上这个跑步机在这个地方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小细节。我这个图上面看下来，它这个空间啊，好像没有电视机里面放的这个宽敞啊。但是因为咱们电视上看到的人家那个镜头是鱼眼镜头，那个鱼眼镜头挂在哪里呢？那个鱼眼镜头呢，大概就是挂在这个储藏室的顶上啊。那个看起来呢，鱼眼镜头嘛，看起来就宽敞。咱这个做不到鱼眼镜头，咱这个屏幕做不出来鱼眼镜头那个效果。只能就是这样看看啊。那么这个看起来呢，实际上3个宇航员站成一排，也够了啊。然后呢，它这个整个空间高度呢，比一个人的高度要高一点啊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宇航员这个服装吧。咱们这个太空服啊，就是舱内的这个宇航服啊，也挺好看的啊，蓝色的。然后胸前有一个国旗啊，心脏的地方有一个国旗。然后它左右2个胳膊呢都有这个肩章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肩章吧。这个是神舟12号载人飞船这个飞行任务啊，中国空间站神舟12号载人飞行任务。然后另外一边是咱们这个中国航天中心的这个肩章，2个肩章。好，非常的简单啊，这期节目真是太短了。更正一下，费了我老大的劲了，真是。好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点开小铃铛，我们下次再见。